这是乐高即将在3月1日正式上市的1:8 F1赛车42207法拉利 SF24， 全新设计的前推后拉悬架系统，首次在1:8 F1 套装中加入的变速箱，全车大模块设计，可以整体快拆的后盖，行驶与发动机联动，转向与方向盘联动，可调 DRS 尾翼，还有大量的全新底层零件。那么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详细的看一下它的具体表现。先看包装，彩盒左上角可以看到法拉利 SF24 的具体车型，右下角标明了1361片的零件数，还有18岁的年龄定位。彩盒背面除了另一个视角的成品图，还可以看到61厘米长的成品尺寸，以及2张局部特写，其中一张应该是指内部的变速箱，而另一张应该是指车轮和方向盘可以做到同时回正。打开彩盒，所有的零件一共是分成了13个零件分包，10个大步骤，4个印刷件轮胎采用了专门的小白盒进行包装。除此之外，轮毂盖同样使用了印刷件，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精致。不过遗憾的是，乐高仍然没有针对 F1 赛车的前窄后宽的轮胎特征进行还原。拼搭手册做了8页的开篇彩图，除了对原型车和积木进行介绍以外，在后面这里还可以看到同期发布的另一款42206红牛 RB20 的铜框露出。手册呢，一共是有456部，部均3个零件。贴纸方面，自然毫无疑问的有这样的2大张。伴随这款套装同时发布的新零件包括编号5480的新款7×8叉臂零件，在靠近车轮的一侧有一个1单位的小孔凸起结构，这个设计有利于推杆、拉杆或者避震零件的安装。编号5995的球头连接件，相当于在之前非常常用的这个60483连接件前面呢加了一个球头。编号为5997的球窝连接件，同样也是基于60483增加了一个球窝结构。编号为5996的8单位连杆，可以看到在中间做了比较明显的加强结构，相对于此前的连杆零件，在强度方面呢有了比较明显的提升。以及编号为6608的全新发动机气缸零件，还有编号为6614的梯形框架零件，最主要的应用场景应该也是配合这套全新气缸零件来使用。最后是1×2截面5单位长的全新科技面板，编号7101，两端是十字轴孔，中间侧边呢则是3个小孔。接下来我们一边拼搭一边看一下内部设计。这里看一下全新的推杆悬架系统，其中最关键的就是这套 L 型摇臂结构，设计师在这里使用了71708，配合全新的5995球头连接件，做出了非常稳固的 L 型摇臂结构。摇臂的一端通过光滑销连接中间纵置的避震，另一端则是通过球头连接从悬挂驱动桥底部伸上来的推杆。可以看到，在受到比较大的压力的情况下，这个摇臂也几乎不会发生任何的形变。测试下来，悬架的运动可以几乎全部被避震零件所吸收，回弹手感呢确实是非常的清晰。此外，在前悬架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转向相关的联动结构。转向动力从车尾方向过来以后，通过一枚蓝色的12齿齿轮驱动转向齿条，并通过拉杆带动前轮的旋转，非常常规的设计。在紧接着的转向和方向盘联动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方向盘呢是通过这里的一组8:8的齿轮组和蓝色12齿齿轮连接。这意味着，如果蓝色12齿齿轮是十字对中的话，方向盘将会存在22.5度的角度差，也就是并不能和前轮一起做到完全同步的回正。那么解决方案是在保持悬挂驱动桥回正，或者说下面的齿条完全居中的情况下，把这枚蓝色12齿齿轮呢旋转1个齿，也就是旋转30度。相当于也就是对前面提到的这个22.5度的角度差做一个反向的补偿，补偿后方向盘的角度差变成7.5度，基本上呢也就看不出来了。事实上，我们会发现手册中的这枚蓝色的12齿齿轮本来就不是一个十字对中的状态，同样也是旋转了1个齿，但是手册中并没有对此进行专门的提醒。另外，在手册的第63页，我们可以看到红框图示中的3条红色虚线，也就是提示玩家对方向盘角度和悬挂驱动桥角度进行回正标定的操作，但同样也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标定方法。总之，我们在这里按照刚才提供的这个方法来操作就可以了。再看手动转向动力，
可以看到动力从车顶下来，通过一组12:12的齿轮组向车头方向传输，然后通过刚才这个模块中的一组16:16、一组20:12共2组齿轮组和转向轴完成动力连接。后悬架采用了拉杆悬架系统，和前悬架正好相反。拉杆呢是从悬挂驱动桥的上方向下延伸至车底位置。其中关键的 L 型摇臂采用了33299配合5995球头连接件。测试下来，悬架的运动同样可以几乎全部被避震零件所吸收，回弹手感也同样清晰。再看行驶与发动机联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速箱，虽然只有2档和一个空档，但在乐高 1:8F1 套装中，这也是首次出现了。可以看到这根露出半单位的黑色十字轴，稍后会连接发动机模块。动力进入变速箱，通过动力传输环所选择的24:8或者16:16的齿轮组以后，然后到达差速器端的28:20的齿轮组，最后向两侧传输。安装好发动机模块以后，在测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联动呢确实是非常的丝滑。同时在2个不同的速度档位下，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发动机联动速度的明显的区别。进一步的可以看到，这辆 F1 的底盘是分成了前后2个大模块。沿前后方向合体以后，然后再做一些侧向固定，最终拼好的这个底盘主体呢，确实也是非常的结实。那再往后，基本就是外观搭建了。这辆法拉利 SF24 采用了非常清晰的大模块设计，除了前面底盘部分可以看到的前后2个大模块以外，所有的外观模块也基本都是由一个个独立的模块组成，而各个大模块的合体操作下来呢，也是比较舒适的。这辆 SF24 的拼搭一共用了大概6-7个小时，最终拼好的成品长61厘米，重1.35公斤。在外观方面，通过和原型车的对比，在整体还原度方面做的还是比较好的。其中最关键的是，整个车子的外表面通过大量的贴纸对原型车的灵魂广告进行了还原。前翼部分通过多层科技面板对原型车的多层翼片进行了搭建，不过这里只还原了3层，而原型车呢是有4层。两侧的端板并没有使用和此前奔驰 F1 相同的搭建方式，而全新的这种搭建方式所创造出来的端板的垂直角度呢，确实也是更加的贴近原型车。前鼻部分整体弧度曲线基本没有问题，不过最前面的鼻锥部分的半圆形曲线并没有搭建出来。然后是前轮上方的叶片，还有两侧的轮毂盖，这些都没有问题。来到车身中部，Halo 人字拖采用了全新的搭建方案。也是到目前为止的几辆乐高官套 F1 里面，我们个人感觉搭建的最好的一个方案。再看整辆车子使用了最多科技面板的侧箱部分，首先上面的进气口还有底部的分流板呢，都是做到了搭建。而整个侧箱的外观面，设计师在这里主要是通过3段弧面对圆形进行了还原，包括俯视视角下的侧面弧度、侧箱顶部逐渐向下的弧度，以及侧箱底部的弧度。在侧箱后部靠下的位置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设计师通过一块弧面科技面板对文丘里通道末端过渡到扩散器这部分的弧度呢进行了搭建。最后来到车尾，可以看到 DRS 尾翼、两侧的端板，还有车尾的扩散器，中间的车尾灯呢也都是没有落下。那么在外观方面，大家感觉可以打多少分呢？功能方面，首先是前后悬架回弹。全新的前推后拉悬架方案不但符合原型车的设定，测试下来呢，回弹表现也非常可靠，悬架运动行程非常清晰，甚至感觉这个行程稍微有一点偏大了的感觉。然后是行驶和发动机联动，把拨杆向前推是高速档，发动机联动速度比较慢，甚至在推行的情况下会有点感受不到。拨到中间则是空档，发动机不联动。往后拨则是低速档，发动机联动速度呢就比较快了。我们也可以向后拉出并拆掉整个后盖，然后这里呢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观察到发动机的联动情况。接下来是转向和方向盘联动，通过车顶的齿轮旋钮控制转向，这里测试下来呢也没有问题，方向盘和前轮基本可以做到同时回正。不过就像评测中提到的，实际上是有一个7.5度的角度差，但基本是感受不到的。最后就是 DRS 尾翼的手动可调，当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牢固度方面，测试下来还是比较结实的，
不管是前后抱、左右抱，还是拖着中间，日常搬运把玩呢，可以说都是没有任何的压力。包括震动测试下来，也没有发现异常松动的零件或者模块。考虑到这辆 F1的内部结构并不是非常紧密，所以如果要把它改装成可以下地行驶的动态版呢，应该也是比较可行的。好了，那么以上就是这款法拉利 SF24的全部情况了。综合来看，作为1000多片零件数的1:8 F1，如果对应到超跑的话，其实只相当于1:10的级别，所以在功能方面可以给设计师发挥的空间确实并不算大。但全新设计且表现优异的前推后拉悬架方案，尤其是相关的底层零件，还有在1:8 F1中首次加入的变速箱，相信多少呢还是会给玩家带来一些惊喜。那么最后问题来了，如果你是乐高的产品经理，在下一款1:8 F1中，你会加入下面 A、B、C、D 中的哪一项呢？ A. 前窄后宽的轮胎 B. 更复杂的变速箱 C. 文丘里通道的完整还原 D. 全印刷件。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者弹幕里留下自己的看法，注意只能单选哦。好了，本期评测也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见，拜拜。